公可来晚了，好生热闹。一双灵动性人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后宫 CEO 缓缓闪亮登场，欢迎收看《甄嬛传》名场面之大型斗鸟现场，大家姐妹齐上场，鸟窝成了马蜂窝，前方高能。姐姐来了，快躺下。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该好好歇着才是。这里有个细节，镜头给到安小鸟殿中的匾额，上面写着吉英，字面意思就是集齐了精英，不就是积聚而来的甄嬛三人组吗？此处的暗示是群英荟萃，集中斗鸟。宝娟，把我收着的雨前龙井拿来，想必熹贵妃也喜欢。是。龙井茶在清乾隆年间年产2两，价值可想而知，而这些可都是安小鸟唱破了喉咙才换来的。平时小鸟自己都舍不得喝，只等甄嬛到了才拿出来，为的就是向甄嬛证明自己也是名副其实的宠妃。小鸟对甄嬛一直有种近乎变态的情感，以至于他用眉庄的死来报复甄嬛，从中获取快感。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甄嬛问话的时候，安小鸟有个防御性的下意识动作，胳膊压了压靠着的枕头，说明安小鸟对甄嬛的这个问题很警戒，但更多的是意外。而甄嬛这一句话其实有2重意思，一是甄嬛在暗示安小鸟，我在你宫里放了眼线，连你生活起居中的细枝末节都在我掌控之中；二是金枝、树枝是大多数鸟类筑巢的材料，暗示安小鸟虽然飞上金枝，但依旧是鸟。妹妹有所不知，黎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难免有些粗糙。皇上为了让黎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这枕头的枕芯啊，还是素玉做的，据说最能养神了。首先看看静妃咬字的重点，苏绣。安母曾是苏州绣娘，暗讽安小鸟的出身不好。素玉即玉米茶是小鸟的吃食，安小鸟获封黎妃被和宫嘲笑，这本就让他无比屈辱。静妃还非要提素玉，这显然是在内涵安小鸟不过是胖菊养的一只鸟而已。再从甄嬛的表情能猜到，软枕的事他不是不知情，只是越在和静妃一唱一和。他们看起来是在讨论安小鸟的枕头，恭维他受胖菊宠爱，但实际上是甄嬛与静妃向小鸟展示掌控力，暗示小鸟的一举一动，细致到你枕什么枕头和胖菊的关系如何，我都一清二楚。甄嬛这简直是杀人诛心，这让安陵容一下子意识到我在明，敌在暗，所以他会有惊恐的表情。我呀，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前几日呢，皇上刚赏了铝金线的暗花枕，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到底是我呢皮糙肉厚，不晓得金线粗糙。好香的茶，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姐姐说笑了，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安小鸟家境贫寒，又无盛宠，宫里没多少好东西，他将珍藏的雨前龙井拿来招待甄嬛，怎料甄嬛是只闻未喝，这明摆着告诉安小鸟，你视若珍宝的东西我半点不稀罕。再看看先来的静贵妃和心吧唧，手中都没有茶杯，这招身得一艘真船，看似夸赞时则捧杀，把安小鸟的吃穿用度夸了个遍，为的就是惹红6宫众人的眼，实在是高。如今妹妹有了身孕，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可要小心些才好，尤其是麝香，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这句话可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阴阳怪气，安小鸟知道这些人今天没好事，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静贵妃内涵了半天，她都能不动声色，却在甄嬛说麝香2字的时候变了脸色。接着甄嬛说，妹妹素爱调香，可别弄错了。甄嬛这句话其一是告诉安小鸟，你给我的书痕胶中有麝香，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曾害我小产，你可记得？其二也颇有一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恐吓意味，如今你也怀孕了，咱们且看。姐姐言重了，那香是用鲜花枝子调的，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妹妹还说嘴呢。这纱原叫月影纱，是外头供来的珍品，一匹之价不下100金，挂在屋子里，日光再渗漏进来，也如月光柔和。单看妹妹店里这些，便是万金之数。你自己说，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甄嬛特意强调月影纱的价格不菲，是外头的珍品，一匹不下100金，看着是在夸赞安小鸟恩宠优渥，令后宫其他嫔妃羡慕。但实际上，这月影纱还有另一个意思，在清朝时期，它是八旗贵胄遛鸟时给鸟笼子罩的纱布。甄嬛真是哪疼往哪扎，借月影纱暗喻安小鸟不过是胖菊养在笼子里的鸟而已。这可真的戳中小鸟的心窝子。安小鸟最恨的就是别人说它是胖菊的玩物，是笼中鸟。甄嬛怕安小鸟听不懂，还特意强调皇上心疼你，后面没说的半句应该是皇上心疼你，用着纱给你遮风挡雨，怕给你晒着冻着。可见皇上心疼你，可不是嘛。
甄嬛夸了半天安小鸟宫里的龙井茶多香多好，可还真就一口没喝。你说小鸟气不气？皇上啊，可看中黎妃的胎了。姐姐若是喜欢，妹妹便送给姐姐，还请姐姐笑纳。我怎好白拿妹妹的东西？话说回来，我是来贺妹妹有孕之喜，再贺妹妹晋升妃位。小允子，来，在。这白玉扇子用来扇凉最好，握在手里也不生热。这红宝石未经雕琢，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旁的也就罢了，这鸽子血艳红如血，半点杂质都没有，真是好看极了。甄嬛为了在心灵上打击安小鸟，挑选这白玉扇子和红宝石和安小鸟有孕及封妃之喜，其实还是挺有内涵的。单从名字上看，白玉扇子谐音就是白玉散子，此为暗示安小鸟费尽心机也是白白怀孕。再细看扇面上的刺绣也是鸟类，暗讽安小鸟的身份。甄嬛又提议红宝石雕琢后可镶嵌，辛巴基却强调红宝石又名鸽子血，这里也有谐音，鸽子血以为鸽子血。另外鸽子也是鸟类，还有嵌冠等。甄嬛这是想让安小鸟见血，甚至是一尸两命。安小鸟越是介意别人说它是鸟妃，甄嬛越是样样东西都往鸟的方向上送，真真扎心。安小鸟连生气都没理，有气撒不出。有没有数学好的小主求解一下此时小鸟的心理面积？为黎妃安胎的太医可在？回禀熹贵妃，是许太医在。见过熹贵妃。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万事该格外当心。恰如皇后娘娘所说，万勿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自从安小鸟用秘方怀孕后，一直想找机会碰瓷甄嬛，怎料甄嬛以生病为由，在宫中闭门不出，所以小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此次甄嬛带着静妃和辛巴基前来，一为斗鸟，二为检查小鸟的鸟蛋情况。前面小鸟为了重获胖菊恩宠，多次使用鸡吸丸，减肥效果显著，却有致命副作用，就是让女子不能怀孕。而小鸟为救鸟妇，强行怀孕，此胎必有猫腻。甄嬛怎会不知皇后和小鸟心思？为了防范皇后日后假借自己送来的东西，让小鸟的小鸟顺利不能生产而碰瓷自己，于是特意叫来了皇后的私人医生许太医出场检验，为的是给魏林的出场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妹妹如何当得起呢？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必定……说什么呢？也不怕忌讳。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其实这位是魏太医，两位太医一同查看便更妥当些。回禀娘娘，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是。如此，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可看出什么不妥吗？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娘娘，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待回去定下来了，再来回禀娘娘。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不爱用了。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趁宝娟不注意时，又拿了几颗，好像也是香蜜纸。没根却无所不能的小允子，作为甄嬛身边的007，可谓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完全靠自己。小允子的厉害远不止表面功夫，甄嬛上位的关键节点都有她的功劳。甄嬛的剪纸小象就是出自她手，说她是甄嬛与胖菊和果子狸的红线媒人，一点也不为过。甄嬛与胖菊出浴室的秋千也是手艺人小允子做的，她扮鬼下风丽嫔，守株待兔抓了小印子，调查鱼儿下毒真相。她发现鬼鬼祟祟的素喜成了扳倒华妃的关键性人物，还有小允子手拿板砖拍下意，也是一个未解之谜。而就在刚才，小允子的随便一看随便一瞧带回来的这包东西，将成为甄嬛扳倒安小鸟的关键性证据。香味甚异，这是什么东西啊？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黎妃的胎气可还稳当？回禀娘娘，正如娘娘的猜测，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上集我们说到甄嬛带魏林上门给鸟蛋做 B 超，遭到安小鸟拒绝，实际魏林在鸟窝已觉异样。回宫路上，甄嬛向魏林询问鸟蛋情况，魏林是一个谨慎细致的人，他深知此事的重要性，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表示自己需验证过后再做定论。
甄嬛见魏林迟迟未来，召他前来第二次询问鸟蛋状况，而魏林早已摸透甄嬛心思，于是简洁明了直接汇报。如您所料，鸟蛋恐怕是孵化不出来了。甄嬛对魏林的能力感到惊奇与意外，但由于魏林说话的方式过于直接，让她震惊。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污蔑本宫，罪名可不小。这看的是一种恐吓，其实是一种警告。就如甄嬛让魏林带话给温实初过来给静和公主请平安脉时，重点强调了你知道轻重这一句，都是典型的不信任魏林的表现。微臣不敢。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相平和，娘娘若是相信，自然不会来问微臣。魏林的这句话就是典型的在已知信息中挑拣关键信息点，再经过头脑加工、分析判断得出结果。你既知本宫疑虑，说实情就是。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写的是胎相平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黄芩、苎麻根和白术等药。别的本宫倒是不知，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娘娘睿智，那日黎妃殿中虽然点了香，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黎妃有孕4月便已用艾叶，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此外，黄芩、白术、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说明黎妃已经有气血两虚，有盗汗滑胎之象。另外，黎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魏林却有真本事，他思维缜密，观察入微。他通过摆事实讲证据，从安胎药、熏艾、趁人不注意看了脉案、心情郁郁等，细细给甄嬛分析解释，并且强调没有打草惊蛇。然后通过专业知识结合逻辑推理分析，得出鸟妃气血两虚，无法将鸟蛋成功孵化。这逻辑思维很是让甄嬛满意。但甄嬛深知此事涉及后宫生存问题，作为一个严谨且不露痕迹的执契者，又一次向魏林抛出疑虑。事无完全，诸位太医竭尽全力，或许还能保住黎妃顺利生产。黎妃用艾已知自己此胎不保，倘若此胎真的不保，娘娘以为责任在谁？魏林的言外之意是，鸟妃的鸟蛋无法成功孵化，现如今他们也是能保一天是一天，但是难保鸟妃他们不拿鸟蛋作妖，提醒甄嬛不要被钻了空子。魏林这纯是站在甄嬛的角度，精准捕捉提出问题，然后优化应对策略。这扎实的职业技能、强大的心理素质、良好的逻辑思维，让甄嬛收到一份满意的答卷，自此正式获得甄嬛信任。若是他自己保不住也算了，否则碰上谁，便是谁倒霉了。此事你知我知，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你瞧瞧，这是什么？锦溪。甄嬛拿出小允子从鸟妃宫中撬回来的猫薄荷，魏林用水化开了一点，没想到成就了甄嬛传名场面之鬼迷日眼。甄嬛见状，赶紧让锦溪泼去 Six Dog， 才让魏林得以清醒。魏林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没想到浅浅一闻就如此上头，足以证明这猫薄荷是鸟妃特意为大局研制的。这药效之猛烈，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怪不得会成为拽妃后期屠龙的秘密武器。娘娘恕罪，微臣实在轻率，不知此香药效如此厉害。是什么？男女欢好，以此迷情。你只用水化开了这么一点，就这样厉害？娘娘有所不知，此香中依兰香和蛇床子放了10足10的量，若将此香焚烧，此效会更加厉害。所以在平时用的时候，只是掺1星半点，在其他的香料中便可见效，也不易察觉。这依兰花有使人动情之效，如果碰上鹅梨帐中香，会怎样？同效。注意，这里鹅梨帐中香已经失传很久，再次出现是甄嬛顶着牛骨禄姓氏再度回宫时，寝宫中胖菊命人点的就是这鹅梨帐中香，恰巧这香是鸟妃重新研制出来的。这里也能说明鸟妃一早就用猫薄荷控制了胖菊的小鸟，而且有华妃的欢宜香，所以甄嬛对香也是十分敏感。胖菊走后，就召来温大医做了检查，当时温大医就提醒甄嬛鹅梨帐中香不能与依兰花同处一个空间，二者一起也会变成猫薄荷。此时魏林的回答再次印证了温大医的话，魏林也确实是有点正本事，只是小鸟怎么也没想到甄嬛会施宜长计以制宜，使用猫薄荷让胖菊亲自杖毙小鸟的小鸟。只是不及此香厉害。娘娘，
依兰花毕竟是草植，而此香中的依兰花是经过大量的提纯。娘娘可知，依兰花并不常有，而有此香，便可岁岁年年无虑了。此前甄嬛一直不知为何鸟妃一跃成为后宫中得宠的佼佼者，她只当是皇后的缘故，却从没想到原来鸟妃一直在对胖菊使用猫薄荷。现在既然知道了鸟妃的秘密，她怎会放过这大好时机？但是甄嬛知道，想要除掉鸟妃，必须是循序渐进的，而她自己还不能动手，毕竟皇后和鸟妃一直在寻找机会碰瓷自己。放眼望去，这后宫中唯有一人是他二人不敢碰瓷的，那就是胖菊。于是甄嬛心生一计。熹贵妃吉祥，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这花真好看。这是金宁宫里新开的百合，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这花儿叫狐尾百合，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狐尾百合花朵招展，酷似狐尾，花蕊红润，香气浓郁，还不容易枯萎，再适合藏毒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花生性喜欢湿润，只要是有水就好养活。而正好鸟妃的催情香需要用水化开使用，甄嬛让花房的人每日送一盆百合花去延禧宫，让鸟妃不起疑。直到鸟妃生辰那天，甄嬛算准了胖菊会去鸟窝，于是叫花房的人在送去延禧宫之前，先送来永寿宫。甄嬛将百合花涂满迷情香粉，吩咐花房的人送到后一定要勤洒水，这样迷情香就被水化开，神不知鬼不觉地飘满整个延禧宫。皇上，闹了一整天，终于能静下来，好好跟你说说话，喝点酒。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喜欢热闹，更喜欢对着你，好像又大了些。5个月了，再有5个月就要出生了，一定和你一样乖巧。你好香啊！此时安小鸟与小小鸟只剩月于母子情分，这让安小鸟既心疼又棘手。而甄嬛自从得知小鸟怀孕，就开始闭门不出，生怕摊上个谋害龙羿的罪名，这让原本准备碰瓷甄嬛的小鸟无从下手，只得另寻他法。皇上，太医说了，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已经5个月了，想来也无大碍。徐太医跟朕说过，你一切安好。甄嬛算准了安小鸟生辰当天，胖菊会过来为她庆贺，于是亲自将从安小鸟这撬来的猫薄荷涂在了百合花上，再命人送来，悄咪咪地开始了自己的接棍杀鸟行动。所以此时这小小的宫殿中混着大大的药效。胖菊在双重buff的加持下，终是控制不住自己躁动的心，向小鸟发去了为爱鼓掌的邀请。可是太医也说过，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对于安小鸟流产这事，胖菊觉得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内疚心疼小鸟。甄嬛也以为自己算计成功，大仇的报。但是结合小鸟此时的态度和先前许太医预测小鸟最多再有月余势必流产这些信息在想，安小鸟流产这事是他自己的筹谋。胖菊在猫薄荷的加持下已经情难自已，可是如果安小鸟态度稍作强硬，胖菊必然不会强求。偏偏安小鸟只是稍作推脱就从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安小鸟就是故意顺势而为，将计就计。他知道若自己不慎流产，在皇后内必将成为弃子，在胖菊这也将失去宠爱。如今碰瓷甄嬛无果，他只能找一个地位更高的人，以确保得到的利益超过失去的孩子。而这个最佳选择无疑是让胖菊充当替罪羊，然后借助胖菊的怜悯之心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位娘娘，可不好了，丽妃小产了。小产就小产吧，你慌什么呀？回敬贵妃的话，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皇上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这么劲爆，老登年纪那么大还玩得这么嗨。韩珠，你看护龙月，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是。意料之中来得太快，从听到胖菊丈杀了小鸟这个消息到现在，甄嬛看似表面依旧是平淡如水，实际内心早已波涛汹涌。她要赶着去处理那盆狐尾百合，只有善后结束她做的这情不自禁局，才算真正的开始了。皇上、皇后，快起来，去看看黎妃。是。孩子，黎妃如何啊？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
静妃和甄嬛捂住口鼻的动作看似简单，实则暗藏含义。这一动作反映出他们对宫中复杂局势的敏感和警觉。此时鸟窝的空气里混杂了小产的血腥味、胖菊与小鸟的汗臭、草药味、猫薄荷等。甄嬛心里如明镜般清楚，她向锦汐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锦汐立刻会意，悄然行动。实际上，就算甄嬛不把百合拿走也无碍。猫薄荷本就是出自小鸟之手，在皇室中米香是禁忌之物，对胖菊的身体亦是有害。身为麝香夫人的小鸟怎会不知道百合有问题？但她明白，一旦将此事泄露，胖菊和太后必定会展开调查，最终矛头将会指向自己。如若继续追查下去，自己腹中胎儿的安危将有可能被曝光。倘若这些秘密被公之于众，残害圣体、戕害皇嗣的罪名会让自己百死莫赎。怎么样了？出了好多的血，但太医说，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皇后真是气不活了。自从剁了么公司上市，订单爆满，皇后稳坐销冠。但凡后宫有谁怀了胖菊的孩子，作为剁了么金牌旗手的宜叟必会接单。得知小鸟怀了个活珠子，宜叟愣是高兴的3天3夜没睡，算准时间想把安小鸟这胎强行派给甄嬛接单，趁此机会扳倒甄嬛。怎料被胖菊捷足先登，直接来了个乱棍打死小小鸟。是朕不好，都是朕。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活不易，四大爷自闭。温馨提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胖菊这波操作是老脸都丢到阎王爷那去了。别人的剧本要么是皇后杀了皇后，要么是姐姐追着姐姐，到了他这变成了小鸟杖毙了小鸟。本想着棍棒底下出孝子，怎料成了棍棒底下捅娄子。小鸟直接死在了亲爹的乱棍下。这边自己的孩子刚没了，那边就惦记起老17和温大一的孩子。你为朕生下了孩子，梅儿也生下了孩子，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谁懂这句话的戳心值？这一刻，不知甄嬛是否对眼前这个绿光笼罩的男人生出一丝丝怜悯，自以为聊以慰藉的事情，居然是个天大的笑话。可是蓉儿的孩子，是因为朕才没有的，是朕。没事没事，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不是意外，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朕喝了些酒，又是与她独处，朕明知她。胖菊此时这自责不已的态度，正是甄嬛设着情不自禁局要的效果。胖菊觉得是自己杖毙了小小鸟，此时胖菊越是愧疚，将来得知安小鸟所做的一切真相后，就越会愤怒，越不会手下留情。并且甄嬛的第一个孩子意外流产和没装的难产，都是出自安小鸟的手笔。甄嬛也要安小鸟尝尝这痛失孩子的滋味。其实，黎妃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了，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即便是，就算皇上宠爱黎妃，也应该克制自己。乔皇后这懊恼的神色，像极了彩票开奖时错了7个数的我。想必宜修此时恨不得朝胖菊的脑袋来个大逼斗。而静妃这玩火的言论，惊得皇后和甄嬛一声冷汗。要知道，在场的4位，除了静妃，没一个是干净的。皇后提供的生子秘方，甄嬛送去的送子百合，胖菊亲自杖毙的小鸟，随便扯都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皇后着急打断静妃的话，生怕阴谋中的胖菊缓过劲觉查出问题。不过最搞笑的是，皇后训斥胖菊的样子，像极了刚得知因儿子开车孙子没了的婆婆。朕也知道，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总是情不自禁。注意，这里的情不自禁将会成为甄嬛扳倒安小鸟的关键点。此时的胖菊还没意识到自己总是情不自禁，是因为被迫用了猫薄荷。试想帝王的他在得知自己被嫔妃用猫薄荷拿捏，这是何等的耻辱。所以后期胖菊在得知安小鸟的所作所为后，并没有选择处死给他个痛快，而是选择每日掌嘴，要的就是将小鸟的脸面放在紫禁城的大门上摩擦，终是帝王最无情。前几次因揭挂她有孕都没事，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黎妃的事再要紧，也要紧不过朝政。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是啊。黎妃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不肯见人，也不爱说话。小主，您起来了。太医说您身子弱，不能吹风的。是吗？我自己不觉得。注意这里，画面中首先是一个远景，高高的宫殿，看不到边际，小小的人被压在宫殿里。安小鸟就站在门槛里，外面是光明，后面是黑暗。他望着外面的光明，终究没有踏出去。安小鸟在后宫中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励志鸟，从不摆烂。他有着紫禁城歌坛小天后、延禧宫唱跳练习生、民间刺绣艺术家、DIY 美妆生产商、化学香料科研院士等多个大 V 头衔。他真的是后宫里活得最努力的嫔妃，三起三落都不曾停下拼搏的脚步。可是，在胖菊杖毙的小鸟后，他的眼神中再也看不到丝毫斗志他一语了。小主，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其实，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安小鸟不得已用皇后的秘药怀孕，让自己的小鸟被迫成为了舅父，和皇后算计甄嬛的棋子。安小鸟在孕期母性已然爆棚，虽然一直知道小鸟不会安然生产，但当真正失去时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恨自己连孩子都保不住，恨自己玷污了母亲一词。富察贵人和甄嬛的孩子都是小鸟打掉的，眉庄难产也是小鸟为之。如今就连小鸟都成了他算计的一环。实际就算没有甄嬛送去的百合，他也已决定亲自送走小鸟。我们回想在小鸟生辰当天，胖菊说了一句你好香啊，说的是小鸟身上香，小鸟其实早在身上涂了猫薄荷。在这之前，许太医就说了，安小鸟这胎最多还有月余必定流产，否则危及母体。在那种情况下，碰瓷甄嬛无果，只能算计胖菊。他用小鸟的死博取胖菊愧疚和日后的地位，他被这样的现实击垮了。我也好，这个孩子也好，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迟早都是保不住的。小主，您别这么伤心。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安小鸟小产之后，他原本可以像皇后所说，利用胖菊的内疚去博得一些联系，但他拒绝了所有人的探望，宁可站在门口吹风，也不愿意再去揣摩胖菊的心思。他小心翼翼背负了半生上进的包袱，如今想通了，也就什么都放下了。他用尽一生的力气去讨好胖菊，讨好皇后，最后换来的却是更大的羞辱。安小鸟流产的方式，可能他自己都难以启齿，更别说胖菊了。所以此刻宝娟虽然提了胖菊，但是安小鸟是连话茬都不想接。他深知帝王的无情与冷漠。宝娟，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骨好了，我又要受人摆布，又要去斗。可是宝娟，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动不动。站在风中的小鸟已然不想康复了，做了多年皇后的提线木偶，为他鞍前马后，赴汤蹈火，替他铲除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打掉胎又一胎。他确实是累了，这么多年的争宠斗争，身心俱疲，伤痕累累，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不，还剩一个黎妃的称号，何其讽刺！小主，你伤心糊涂了，你下去吧。甄嬛，原是我对不住你。报应不爽，应该的。那些曾经自己害甄嬛经历过的痛苦，如今全都在自己身上体会了一遍之后，他才终于明白自己错了，明白自己从前的追求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明白自己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一场虚妄。而深宫中唯一一个曾经真心待他的甄嬛，却被他害得最惨，伤得最深。